欢迎来到壁话太多助眠故事。今晚我们要讲一个理想主义者是怎样一步步把自己推入深渊的，不是被别人害的，而是他自己一刀一刀砍下去的。今晚的主角就是你历史课本上那个你可能从来没太认真听过的男人王安石。咱们说变法，说改革，总容易扯到政治斗争、利益集团、理想破碎这些词。但你有没有想过，搞改革的人，他们小时候到底是咋长大的？有没有过青春期叛逆？有没有小作文写得特别好的高光时刻？王安石小时候可是个让所有老师都想抱走当干儿子的学生。在你准备放松之前，先点个赞，点下订阅吧。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告诉我你所在的城市和此刻的时间。如果你心中有特别想听的历史人物或事件，无论是帝王将相、诗人文豪，还是热点人物话题，都欢迎写在留言区。你的建议很可能成为下一期的故事主题，让我们一起把这个频道变成属于大家的助眠故事角落。好，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进入今晚的故事。王安石出生在一个有点斯文世袭的家庭，爸爸是个老派文人，属于那种不太图升官发财，但极讲规矩的那种人。他家的祖辈也多是读书人，朝廷虽然不缺文官，但这种家里三代都不爱喝酒，只爱写字的家庭，在那个时候还是挺值钱的。他小时候特别稳，一点也不皮，也不闹腾，不是那种会在课堂上偷吃瓜子的小孩，而是那种老师一看就知道以后不是当状元就是当首辅的那种人。最早让人惊掉下巴的一次是他12岁那年，有人送来一份考题，让他写篇策论。一般这种题小孩子写着就是凑字数，但王安石一口气写了800字，条理分明，句句带风。文章写完，连当时的老进士都沉默了。你以为这孩子是背书厉害？不，他是真的有独立见解。很多人到30岁都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人们开始议论，这玩意儿不简单，将来要出事。可不是那种被抓去坐牢的出事，而是那种要在历史上留下大脚印的那种。成年之后，他没让人失望，20多岁就考上进士，官方直接安排到地方当官。那个时候，很多年轻官员都特别在意升迁速度，但王安石不一样，他被派到江南一个叫舒州的小地方当小官，干了几年之后，居然还推调任，说自己要继续待在基层观察民生。别人觉得他疯了，但他自己说的头头是道。如果我连百姓日常是怎么生活的都不了解，我以后怎么写政策？听着是不是很理想主义？确实，他当时真觉得国家会因为一个人的认真而变好。这种信念比后来的变法还要硬核。他在舒州干了几年，干啥事儿都特别上心，不管是修水利，还是裁缝税，还是惩治贪官，全都一板一眼。关键是他干活从来不为了取悦上司，人家朝廷派来的巡察官他压根不搭理，连表面功夫都懒得做。这在古代其实是很危险的操作。你要真遇上个小肚鸡肠的钦差，可能第2天你就得卷铺盖走人。但王安石靠的是2个字：实际。他做的事让老百姓真的过得好了一点，那些敢打他主意的人反倒被骂得狗血淋头。久而久之，他在地方上声望越来越高，成了那种你不喜欢他，但你也挑不出他错的类型。他也不是那种冷冰冰的官员，私底下他挺有意思，爱写诗，偶尔也会和朋友喝点酒，聊聊人生。虽然他骨子里严肃，但并不极端。他跟朋友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个世界需要改变，但不能靠情绪，
要靠方法。你看，哪怕在20多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一套挺成熟的逻辑了。这种少年老成的气质，既让人佩服，也让人有点怕，因为你很难想象一个人年纪轻轻就把人生看得这么透。不过，在那个时代，说实话，理想主义真不值钱，官场全是套路和算计。而王安石就像一个穿白衬衫进煤矿的人，干净的让人尴尬。你越认真，别人越不敢接近你。他在地方混得好，是因为他有成绩，但要是进了朝廷，卷进政治中心的漩涡，那种不跟任何人搞关系的风格，就不一定是优点了。不过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没几年，王安石就被调进京城。那时候的皇帝还是仁宗，一个老好人士的君主，爱和平，讲规矩，不大搞风波。但他手下的大臣里，有的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江南来的小官，特别是那些管财政和赋税的官员，看到王安石写的一些政务报告，里面全是数字分析、逻辑推演、政策建议，看得人头皮发麻。有人开始觉得，这人以后要不是当宰相，就是被宰相整死。而王安石本人好像一点也不在乎这些风言风语。他进京之后也不怎么社交，别人逢年过节去给达官贵人拜年，他在家读书写字，甚至还自己开了一个小讲堂，把一些有想法的年轻人叫来一起讨论时政。那时候很多人觉得他疯了，但也有一小波年轻人越听越觉得这哥们儿说的可能才是真的路。此时的王安石已经在北京的空气里嗅到了时代的焦躁，百姓的生活在滑坡，财政越来越紧，边防吃紧，士兵士气低落，连最保守的官僚都开始承认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可你让他们真去改，他们又谁也不敢动第一刀。而王安石就是那个在心里已经默默磨刀的人。他知道这不是小修小补能解决的事，要改就得改到根上去。赋税制度要动，选官制度要变，土地要重新分配，军队要换打法。每一个环节都像一根钢筋，插在朝堂深处，一拔就流血，一动就有人痛。但他不怕，他已经想好了，只是等一个机会，一个能支持他不回头的皇帝。这个机会很快就要来了，但在此之前，王安石还有一点点时间，在理想的温水里泡最后一泡。他可能不知道，他的孤独人生其实从进京的那一刻就已经悄悄开始了。王安石第一次真正站到朝廷中枢，是在仁宗年间。那时候他不过是个普通中层官员，但上折子讲话一针见血，办差从不拖拉。别人干事3分热度，他能一口气干到底。可说来也怪，他这样的人竟然10几年都没升上来。不是他能力不够，是他太不合群。朝堂上讲究的是平衡，你不合群就容易出事。王安石知道这些，可他就是不改，甚至连走动走动，送点礼物都觉得恶心。也难怪他始终没能被仁宗真正重用。仁宗是个好人，但他太温和了，不喜欢用棱角太锋利的人，而王安石锋利的像把没刀鞘的剑。于是他干脆申请外放，当了几任地方长官。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是越做越偏。但奇怪的是，他一点也不难过，甚至还挺开心。因为在地方，他可以踏踏实实搞些自己认同的事，比如清理户籍、整顿税收、压缩冗官、裁撤吃空饷的兵员。这些事没人逼他做，但他觉得这才叫官。这些小地方成了他试验理想的实验田，而那些被他整理出来的数据和经验，10年之后全都成了他日后变法的原始素材。朝廷里的事
他没完全不管，每年上京述职，他总会写长长的奏折，夹在公文里带给皇帝。仁宗看了，总是点头称好，但也只是感慨：此人真才也。然后没了下文。王安石也不急，他知道真正的改革者不是靠一时的宠信起家，而是靠日积月累把整个国家看得明明白白的人。只要时机一到，他能立刻动手。而这个时机终于来了。公元1067年，仁宗驾崩，年仅20的宋神宗赵顼登基。这个新皇帝和他的父亲完全不同，年轻，有抱负，不安分。他对旧的制度很烦，也很想搞点大动作，证明自己不是个花瓶皇帝，但他苦于没有合适的人。那些资深大臣一个个守旧的厉害，说起改革嘴上答应，实则拖延敷衍。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了一个在地方当官时写奏折风格特别凶狠的人——王安石。那个时候，王安石50出头，正值精壮之年，满脑子改革想法。神宗一见到他，就像捡到了宝。俩人第一次面谈，神宗居然问了一句：“你觉得国家现在最缺什么？”这话一般人听了都要琢磨好几天才敢回答，但王安石脱口而出：“缺的不是什么物资，而是方法。没有系统方法，国家永远治不好。”神宗一听，心里立马拍板：这个人我要用。他不但用，还一用到底。从提拔到参知政事，再到宰相位置，王安石只用了不到2年。而在这之前，哪怕他干了几十年，都没混上京官正职。这回他终于站上了权力的顶点，而且这一次他再也不是自己搞点小修小补，而是要整顿整个国家的那个人。不过你要知道，改革这种事，光有皇帝支持还不够，你得先面对无数反对者，尤其是那群已经在体制里混得风生水起的老人。他们怕的不是王安石这个人，而是他要动的奶酪。有人负责盐铁，有人掌控财政，有人垄断考试名额。你现在一刀砍下去，等于砍了他们几十年的老本。所以反对声音从第一天就没有停过，而王安石的回应也非常简单粗暴：有理讲理，没理别吵。比如他推出青苗法，意思是国家提前借钱给农民春耕，等秋收再还，听起来很合理吧？但问题是，以前春耕借钱这活都是乡里土豪干的，放高利贷放得飞起。现在国家插手了，土豪们第一时间跳脚，说你这是扰乱民间经济秩序。但在王安石看来，这压根儿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你们吃惯了红利，现在不让吃了而已。还有免役法，把原本拉老百姓去服劳役的制度改成用钱代役，统一由国家雇人干活，老百姓拍手叫好，毕竟不用人到处被抓去修河堤。但地方官懵了，因为之前抓壮丁是他们挣钱的机会，现在被一刀切断，全没了。他们自然不会乖乖听话，天天在朝廷里写弹劾折子，说王安石不顾百姓死活，破坏祖制。可这些王安石都扛住了，他不仅不退，反而一口气推出10几项新法，农田水利要改，科举考试要变，军队补给制度重整，连经商税收也要重建逻辑。他不是在改朝换代，但做的事比改朝换代还猛。而神宗则一边看着反对派暴跳如雷，一边越来越觉得王安石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改革英雄。不过事情没这么简单，王安石没注意到，虽然神宗挺他，但皇帝的热情是有保质期的，而且那些被他得罪的老大臣，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他们忍辱负重，表面沉默，实则暗中联手酝酿反击。他们打的不是改革，而是王安石个人。他们要的不是反对政策，而是把这人从朝堂上彻底拔掉。而就在这群老臣联手布局时，有一个名字也悄悄浮出水面：司马光。一个跟王安石完全不一样的人，一个以温文儒雅著称的大文人。但他可不是软柿子，他不仅反对王安石，还要组织整个保守派联盟来跟这个疯子斗到底。所以你看，王安石上台之路是光明的，但前方的战场已经暗流汹涌，他正要开启人生最艰难的一段路。一个人改一群人的制度，靠的不是聪明，而是狠。而这份狠劲儿正逐步把他推向一个越来越孤立的位置。神宗登基时才20岁，野心勃勃，眼里只有忠心2字。他最想做的事，就是成为一个让后世写进史书，而不是只在宗庙挂个名的皇帝。而在他眼里，能帮他达成这一切的，不是那些官场老狐狸，而是王安石。这个50多岁的男人，说话不绕弯，不舔人，也不怕得罪权贵，看上去简直像是带着工具箱来的救世主。于是神宗不只是支持他，还几乎把他当成精神导师来崇拜。这也让王安石的改革进入了一个开挂期。他本来以为自己会被扯皮拖延，一点点推进，没想到皇帝这么干脆，提什么批什么。朝堂上只要有人反对，神宗直接一句朕意已决，啪就拍板通过。王安石一边感慨终于等到了，一边开始加速。他从没这么有权过，也从没觉得距离理想这么近过。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过于顺利的开局，让他低估了改革的惯性阻力，也放大了他对体制的蔑视。他越来越不愿意倾听反对意见，甚至连善意提醒都懒得理。他觉得自己在修桥，那些阻拦他的人都是守着破船不肯下的老顽固。问题是，这些人不是外人，而是朝廷内部的骨架，一动他们，整个结构都会震。这个时候，司马光出现了。要说这两人其实是老相识，年轻时还在一块儿喝过酒，写过诗。但这友情说白了就是理念不同的人客气客气罢了。王安石走的是猛药治病路线，而司马光是慢炖温汤派。他觉得改革不能靠硬推，要慢慢修补，以德服人，靠时间换空间。但王安石可没有那个耐心，他信的是系统设计，而不信这套什么拖着拖着就能变好了。司马光看着王安石一路狂飙，忍了几个月，终于憋不住了。他不是那种情绪化的人，出手也极讲章法。他先写文章，不点名，但讽刺得很明显，句句对着王安石打。他说：今之变法，由一人之病，反使其命运。意思是，你这不是救国家，是用实验刀剁活人。文章一出，朝堂一半人点头称是，还有人私下传阅，成了文官圈子里的段子。王安石当然也看到这些，他没回应，只是冷冷地在奏折里写了句：不识时务者，不足与谋。表面是自信，实际是失望。因为他发现，连司马光这样有脑子的老友也开始从理念上质疑他了。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好像正站在一条无人支持的道路上。可神宗还在挺他，这点没变。年轻皇帝被他的坚定打动，总觉得天下人都错了，只有王相是对的。所以王安石索性不再犹豫，继续推动一项项新法：市易法、保甲法、方田均税、农田水利。每一项都动了别人既得利益的根基。
最狠的一项是科举改革。他砍掉诗赋，把考试内容改为实务策、经义论，意思很明确，咱别考花里胡哨的了，考你真能不能治国。结果一堆靠死记硬背混官职的老生们炸锅了，说你这是废弃祖宗之法，乱了礼制。可王安石不在乎，他要的是能解决问题的人，不是会写八股文的书呆子。这些改革短期看确实带来一些成效，财政收入上去了，边防补给也跟上了，农田灌溉扩大了不少，百姓春耕贷款终于不再靠高利贷。但与此同时，矛盾也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因为这些新法虽然好听，但推行的极快，下面的人根本来不及适应。再加上部分官员阳奉阴违，政策执行走样，导致不少地方新法反而成了乱法。王安石开始焦虑，他写信给神宗，说：“变法非一日之功，愿陛下勿听流言。”他知道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朝堂上弹劾他的奏章堆成山，连太皇太后都看不下去了，开始私下问神宗：“你是不是信错人了？”但神宗仍旧压下去，说王相是孤臣，是忠臣，是唯一能让国家走出困境的人。然而一个很细节的变化悄悄发生了，神宗开始不那么频繁召见王安石了，以前一天见3次，现在3天才见1次。有时候他还让宦官代传口谕，不再当面商议。这让王安石心里有点凉，他突然意识到，皇帝不是不支持他，而是不想只支持他。神宗也开始学会平衡术，把注意力重新分配给其他派系。改革虽然还在继续，但已经不再是只听王安石一个人的事了。更糟的是，他身边的人也开始动摇，有几个最早支持他的新法官员突然倒戈，表示反思，说之前过于激进，没有考虑百姓感受。这些人一变，朝廷风向也跟着动。王安石却不肯低头，他觉得这不是激进的错，而是执行歪了。他开始把责任推给下面，说是推行不力，官员敷衍，但这样一来更加孤立。此时的王安石终于体会到什么叫高处不胜寒。他站在权力中心，却没几个真心人。他不是不懂人情世故，而是选择不去懂。他觉得与其妥协，不如孤独。他甚至有一次对人说：“若天下不能用我之法，那便是天命使然。”听上去像是认命，实则是种倔强。但他终究是人，不是石头。每天应对成堆的弹劾，不断下滑的信任，越来越复杂的朝局，他开始疲惫。他的身体也出现问题，时常头晕、腹痛。御医来看了几次，说是思虑过重，气郁伤身。可他依旧每天上朝，从不缺席，哪怕坐着都痛，也不请假。他觉得自己是国家机器的最后一块齿轮，一旦停了，整台机器就会散。直到有一天，神宗私下跟他说：“相公，也许该休息一下。”这句话像是一道温柔的休书，王安石听懂了，他没哭，也没怨，只是微微点头，然后默默递交了辞表。一代铁面首辅就这样退场。朝堂没有掌声，百姓没有欢送，只有那些被他推翻又站起来的老臣们在心里长舒一口气。而他自己也终于意识到，那场改革的开始是盛世的希望，但到了他辞职的那一刻，已经变成了他一个人的孤战。王安石辞职的时候，大宋王朝正值表面风平浪静，底下暗流涌动的阶段。他走了，并不是因为皇帝厌弃，而是因为他明白，
皇帝开始动摇了。而一个改革者最怕的不是敌人，而是那个曾经支持你的盟友突然开始犹豫。他交出相应那天面无表情，别人以为他终于累了，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不想变得被需要的时候才有价值。可奇怪的是，辞职后的王安石并没有回老家隐居，他就在家门口住着，不上朝也不搞事，每天读书写诗，时不时给皇帝写点建议，算是个后台顾问。神宗也没断了他的俸禄，还不时召他进宫聊两句，口吻像在哄一个闹脾气的长辈。他们的关系比以前微妙多了。王安石不再是一呼百应的宰相，而成了朝廷边缘的一个沉默力量。可就在这时候，大宋遇上了新的麻烦，北方边防失控，西夏进犯加剧，财政突然吃紧。新上来的宰相一时半会儿压不住局面。神宗开始怀念王安石当年那种说改就改、说干就干的劲儿。他犹豫了一下，干脆一咬牙把王安石重新召回。很多人以为王安石第二次出山会学乖一点、圆滑一点、收敛一点，可他们忘了，这人是那种认死理的类型。他回来第一天就开会，提出重新执行被停下的几项新法，还要追加一套更猛的改革方案。他说得很清楚，上次失败是因为没改到位，这次要改到底。这话一出口，朝堂一片寂静，有人当场就吓出冷汗，觉得自己好不容易逃过一劫，结果又要卷回去了。王安石这次是真的拼了，他开始不再等共识，不再等折中意见，哪怕一个人投票也要推行下去。他提议扩大青苗法覆盖面，不止农户，连城里小商贩也纳入。他要打击囤积居奇，要规范物价，要统一度量衡。他提出新一轮土地丈量，要彻底摸清全国耕地面积。听上去这些事都很正经，但你仔细想，那些握着大地契、靠倒腾粮食发财的大户人家，一夜之间就成了改革目标。这不是优化结构，这是扒人衣服。百官反对声比第一次还大，但王安石无动于衷。更让人胆寒的是，这一次他连神宗的面子都不太给了。有一次在御前议政，他当场指出皇帝对军费分配不合理，说话快得像背稿，皇帝都没插上嘴。等他说完，神宗半晌没吭声，只回了一句：“相公辛苦了。”这句辛苦了听着像肯定，但更像是一个提醒，你太猛了，得收一点。可王安石没收，他觉得自己时间不多，必须在这波权力还在手的时候一鼓作气推到底。他甚至开始清理不作为官员，搞了个考课法，每年评分，分数太低就贬官，结果朝廷一堆人开始摆烂，甚至装病。有人故意在大殿上咳嗽，试图请长假避风头。王安石直接一句：“若病者无疾，则病官可斥。”意思就是你敢装病，我就敢辞你。这波操作震慑很强，但也太硬。伤敌1000，自损800。改革本来就是个系统工程，可王安石几乎是用政敌式管理在做事。他越来越不信任，所有建议都认为是破坏，所有迟疑都视作阻碍。支持他的人逐渐变成了沉默者，反对他的人已经不敢明着来，而是开始联合打暗牌。最典型的一次是关于市易法的争议。这项法令本意是由国家出面平抑物价，防止富商操控市场。听着不错，但执行起来成了国家自己做批发商，而基层官员根本不懂市场运作，搞得一塌糊涂。有人干脆借机中饱私囊，倒腾国家物资牟利。
结果改革初衷被扭曲，民间物价更乱。王安石知道后大怒，下令彻查。可事情已经闹大，连百姓都开始骂，朝廷亲自开黑市。这件事之后，神宗第一次严肃地跟王安石谈话。他说：相公之法，朕不敢为非，但推行之弊，尤甚于旧。这话表面温和，实则是一记警钟。王安石听完没说话，只是站着低头，片刻后答了一句：愿陛下自查。他不愿改，也不愿变。他清楚这一轮改革又要走向终点了。果然，没过多久，朝中保守派全面反攻，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温和派再次集结，利用朝廷的情绪和百姓的不满，发起联名弹劾，奏折堆满金銮殿。神宗这次没再强撑，他开始放权、妥协、退让。而王安石这次不等皇帝开口，自己交了辞表。这一次他是真的累了。临走前有人问他，相公可有遗憾？他笑了笑说，无遗憾，有不甘。这句有不甘不是对权力，而是对这个世界为什么总容不下理想。他看着那些曾经满怀希望的新政一条条变成废纸，心里清楚自己输了，而且输得比上一次还惨。第二次辞职的王安石再也没有回到朝堂，他彻底隐退，搬回江宁老宅，关上门，从此不问朝政。他的改革理想留在了朝堂那个没人愿提起的角落，而他的人生也从高光时刻缓缓进入一个叫孤独的长夜。王安石第二次离开朝廷后，整个大宋像松了一口气。那些被他折腾得焦头烂额的官僚们终于可以喘口气，朝堂上重新恢复了那种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的温吞氛围。神宗也从最初的惋惜慢慢变得沉默，他没有追问，也没挽留，只是默默批准了王安石的辞表，然后开始重用那些他曾经压制过的老臣。历史总是这样，推动者一退，惯性立刻反弹。新政被一个个拆回去，那些改革痕迹就像春天的积雪，很快被新的阳光化掉了，连痕都不剩。但王安石退了，反对他的火却没有熄。从百官到士子开始明里暗里编排他，说他变法害民，说他寡恩刻薄，说他把整个国家当成自己实验室。有的文章干脆把他和秦桧并列，说是误国奸相，连话都不带拐弯的。有人甚至拿他亲戚的贪腐案来做文章，说你王安石倒清白，可你亲戚干的那些事你看不见。这些话传到他耳朵里，他不解释也不回嘴，只是每天在自家后院种菜读书，像个普通老人。可他心里哪能不难受？他当然知道这些声音，也知道自己做的事不完美，但他更清楚，失败不是因为理念错了，而是因为他太孤独。他在朝堂上没有团队，在士林中没有盟友，他试图用一己之力去搬动整个国家的惯性，最终却把自己扳断了。他不是不知道妥协的技巧，而是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走妥协那条路。他想改的是结构，而结构恰恰是最不能一个人改动的东西。这种孤独不只是政治上的，还有人际上的。他不擅长维持关系，不爱应酬，不搞朋友圈。他跟大多数官员的关系不是敌人，就是合作，但不亲近。即使是那些最早追随他的新政派，很多也只是在政策层面认同他，却没跟他建立真正的信任。而当变法失败，他们比谁都跑得快。王安石不是没看明白这些，他只是不说。连家人也开始受影响，他的大儿子王滂一直是他最亲密的倾诉对象。
王胖文才极高，性格沉稳，是那种别人家的完美儿子。他曾在变法时期协助父亲起草过许多重要文件。有人说，王相能写那么快，全靠王胖打底。父子俩虽有年龄差距，却几乎无代沟，是王安石为数不多能真正信任的人。可天有不测，就在王安石退隐后的第3年，王胖突然患病，起初只是发热咳嗽，没几日就转成重症。御医连请几位，开了各种方子，都无效。他日夜守在床前，看着儿子病情一日重过一日，心里像被锯子拉着。最后一天，王胖已经说不出话，只勉强握了握父亲的手，然后闭眼长眠。那天夜里，王安石没哭，他坐在院子里，从黄昏坐到天亮。邻居说他像石像一样一动不动。第二天，他烧掉了王胖所有的奏折、诗稿、手记，说不让后人借他来议我。这话一出口，旁人都明白，这不是遗憾，是决绝。儿子的死让王安石的世界彻底沉了。他原本还偶尔写诗、读史，那之后连笔都不动了。他每天只做2件事：种菜和散步。有时他会站在门口看天，一站就是1-2个时辰。别人问他在想什么，他淡淡答：天意。他从不说天命，因为他始终不信命，但他开始服天。他知道自己赢不了这个世界，连最爱的人都保不住，他还能说什么？其实当时不少人还希望他卷土重来，毕竟神宗还在位，对他也还留有情分。可王安石已经不信回来就能改变什么，他不想再回到那个说一句话就要得罪一排人的位置。他想明白了，这个国家不是没人懂改革，而是没有土壤去让改革落地。他那一套讲逻辑、讲系统的思路，顶多是让人佩服，却不是让人愿意跟着走。他终于承认，自己最失败的地方不在政策，而在人心。而他最早的对手司马光，此时却在朝堂上声望渐长，士子们开始吹捧温和之道，认为以德服人才是儒家正统。王安石那些冷冰冰的心法成了反面教材。有人在朝会上公开说，王相之政如冬日酷霜，虽洁而寒，意思是你那一套再干净也冻死人。这话传到江宁，王安石听完只说了一句：寒者自不知衣。他不是在怼人，而是觉得我做的事不是为了你觉得温暖，而是让你活下去。但这样的辩解没人听。他已经是退下来的老人，不再有发声的平台。他的诗文开始被有意忽略，他的政策被逐条废除，他的名字逐渐从朝堂上消失。连史官写年鉴都开始加上新法扰民这类定性词语。他明白，这就是历史的处理方式。他不等你解释，只看最后效果，不管你多努力，只认你输赢。这段时间，他常常坐在老屋后的竹林里，一手握书，一手抱膝。人问他最想做什么，他答：能把一篇周礼讲通就是快事。他开始钻古书，考典籍，重新研究制度起源。他不是放下了政治，而是改用另一种方式接近它。他已经不相信能改变世界，但仍不放弃理解世界。这就是王安石，一个退了2次还不彻底沉默的人。他的孤独不是没人陪，而是没人能懂。他的自毁也不是崩溃，而是一种倔强的自我保护。
他不肯随大流，不肯为了接受而迎合，不肯为了成功而违心，所以他走得辛苦，也活得清醒。他不是不识时务的人，而是太知道时务，却选择了逆着走。王安石退了，司马光上了，两人一来一回，像两股风，从不同方向吹过大宋的中轴线。可别误会，这不是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戏剧幻觉，而是两套完全不同逻辑之间的碰撞。王安石走的是系统重构，司马光走的是温水调和。前者想重写剧本，后者想改几个台词，观众席上看得热闹，其实骨子里都很紧张。司马光上位后，第一件事就是撤新法、废青苗、停免役、扔市役。他的逻辑很简单，国家不能太折腾，老百姓吃不起这么大的药。那些制度没错，但环境不合，执行不到，留着就是灾难。他的主张听上去特别以人为本，人人都能理解。士子点头，官员舒口气，连皇帝也觉得这人靠谱。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靠谱2个字上。靠谱的背后是保守，稳妥的结果是僵化。改革被全盘否定之后，大宋财政迅速回到左手借右手补的老路上。青苗法没了，春耕又考高利贷；免役法废了，劳役征调又回到按头抓人。方田军税一撤，土地再次集中在大户人家手里。表面上看是恢复秩序，实际是恢复了不公。可百官没人说话，因为大家舒服了。那些原本因为考课制度被压着的庸官松了口气。曾因土地丈量暴露财产的大户终于又能安心藏富。原本战战兢兢等着新法升级的基层干部再次开始你懂我，我懂你的游戏。大宋一夜之间回到了旧轨。王安石并没有马上发声，他知道这一切他早就预料过。他在江宁听到新法一条条被撤，只是拿出旧笔记一页一页翻。那本写满他改革构想的厚本子，此刻像一个注定读不完的剧本，每一页上都有本可不如此的痕迹。他不是在生气，而是失望。对世界失望，对人心失望，也对自己当初的太相信感到一丝荒诞。更讽刺的是，司马光自己也没有爽太久。他虽然推翻了新法，却没能力解决新问题，因为现实比理论麻烦得多。百姓对变来变去已经麻木，士子对朝廷前倨后恭开始嘲笑，而财政缺口还是像破洞一样张着口。司马光终究只是拆房子的专家，却不是盖房子的工匠。他能让人安心，但不能让人前进。而王安石那一套被骂得体无完肤的制度，现在却被一些聪明人私下翻出来重新琢磨。尤其是青苗法和市役法，后来被边疆官员悄悄局部复活。原因也简单，地方财政实在扛不住，借一套曾被废过的旧制度来顶一下，用的时候不说是谁的，顶住了也不请功，反正都当应急措施。这就是制度的尴尬。当他叫王安石新法时被骂，当他换个名字时却能派上用场。王安石知道这些，但没发表任何评论。他只是偶尔在信里写几句模棱两可的诗，点到为止。他已经不想再争论谁对谁错，因为他知道没有人真正在乎制度本身，人们只在乎那套制度是不是当前对自己有利。这不是理想主义者愿意面对的现实，但他已经习惯了。真正让他情绪崩了一次的是在几年后，有人在朝会上公开提议，将王安石定为误国之臣，请皇帝下诏彻底否定新法，作为训诫后人之例。这件事虽然没被采纳，
但消息传来时，王安石正在家中抄书。他听后手一顿，笔尖在纸上画出一道裂纹。他没骂人，也没吐血，只是沉默地合上书，闭门数日。那几天，他不说话，不见客，也不吃饭。他不是为民所困，而是觉得这么多年，哪怕输，也不该输得这么不值。他没想过后人歌颂自己，但也不曾幻想要被写进耻辱柱。他只想做个认真修桥的人，哪怕桥没建成，也别在碑上刻他拆了路。等他再出现时，已经满头白发，他的步子更慢了，脸上的棱角也磨平了。有人来看他，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事不顺心，亦不必怨。听起来像放下了，但也像彻底认命。他再也没写政策建议，也没提任何新法旧法，只是翻书、读典、种菜、遛狗，偶尔跟村人下棋。棋盘上他依旧犀利，但棋盘外他已然不争。其实他有机会出书，把自己这一套理论整理成体系传给后人。他写过一部分，但最终没全部整理。理由也很简单，后人会看成果，不看过程。他不信现在的人真会静下心来看失败者的文书，那只会被当成历史注脚，而不是教材。直到他晚年，有个远方年轻人写信请教，说自己在县中施行王安石旧法，效果不错，百姓安居，希望请他题一首诗。他回了5个字：勿言吾名也。这5个字，轻得像羽毛，沉得像碑。他不是不感动，而是不愿再成为旗帜。他怕别人打着他的旗号继续误事，也怕别人借他的名字压别人。他宁愿自己慢慢淡出，像晨雾散开，不留形，不留声。王安石已经从那个手握宰相大权，试图改变天下的大人物，变成了一个看破不说破的老人。他曾推开整个朝廷，试图改革世界，如今只推开窗户，看看烛影。他曾与天下为敌，如今与自己和解。他的失败不是轰然倒地，而是一步步沉入水底，连波澜都没有。可他真的是失败者吗？如果制度会被改名复用，如果理想迟到但没缺席，如果有人仍然在他走过的路上悄悄前行，那这场仗他也许并没输。王安石变法失败的那些年，大宋朝堂表面风平浪静，实则处处是旧伤复发，财政依旧吃紧，边防依旧捉襟见肘，土地依旧越聚越集中。所有人都知道问题在哪儿，但没人愿意再提改革2个字，因为只要提到，就不得不想起王安石，就不得不面对那段被定义为失败的历史。而他就在江宁的老宅里，看着这些事一点点重演，没人来问他的意见，也没人希望他再回去当那个砸旧房子的人。他也不说话，只是越活越沉。他白天种菜，晚上读书，有时也写诗，但大多只是自遣，不像以前那样咄咄逼人，而是柔软的像风中落叶。可惜那些诗没传太多，后人对他印象还是那个刚烈、固执、冷硬的首辅形象。其实真实的他早已不像当年那般咄咄逼人，他变得更安静，更克制，更悲悯。尤其在家中灾事一件接一件之后，这种缓缓沉下的状态越来越明显。先是大儿子王滂病故，那是他最疼爱、最信赖，也是唯一能在精神上对话的人。然后是次子王庞，也在几年后病逝。2个儿子相继离世，他像被连根抽去了一半的魂。他曾说过，子孙是我理想的载体。可现在这些载体接连破裂，
他开始对留下什么这件事儿变得越来越悲观。不仅是家人，连曾追随他的新政官员也一个个消散，有的主动退出政坛，有的反戈一击，有的直接倒在政治斗争的车轮下。他当年组建的小圈子，如今像被风吹散的纸牌屋，连底牌都看不到。他自己也开始质疑，我当年那么相信制度，相信逻辑，难道真的高估了人的本性？他在一次夜谈中对一个朋友说过一句话：我已不奢望被理解。那语气不是愤怒，是像一个医生看多了救不活的病人之后的无奈。他不是不爱这个国家了，他只是知道这个国家暂时不爱他这种人。也就在这种心情下，他做了一个决定，彻底不再过问朝政。即使有人来请教，他也只谈诗词，谈词章，绝口不提制度、律令、新法、旧法。他把自己从公共叙事里摘出去，像一个演员走下了舞台，脱了戏服，却仍留在剧院角落，看台上人笑人哭。他知道那剧情不真实，却也不再插手。唯一不能放下的是对儿子的思念。王滂死后，他把儿子的旧居封了起来，门前种了2棵松树，说等我100年之后，这2松可为碑。他还写过一首不署名的短诗：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无地寄于碑。从不外传，但熟悉他的人知道，那是他写给王滂的悼词。而王滂的去世，其实也揭开了王安石最难面对的一面。他那个一生主张天下为公、制度先行的人，最后最深的痛，竟然来自家。他一直强调要脱离私情，做公事，要以理智压住情感，可到最后，最刺骨的伤还是亲人的死。改革失败他可以扛，但儿子死了，他却一夜白头。有一天，邻居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门口，听着一群孩子在不远处玩捉迷藏。那孩子们笑着喊着跑过他面前，有个小男孩摔了一跤，他起身走过去帮他拍拍膝盖，没说一句话，转身就走。邻居说，那一瞬间他背影特别沉，不是老，而是累，是一种看遍人世起落之后的累。他晚年的诗比中年时更柔，写景多了，写人少了，谈情感多了，谈制度几乎没有。有一首写道：江水自东流，落日待归舟，世事如云起，回头已白头。这不像王安石，更像一个曾经高举旗帜的将军，卸甲之后望着远山，心里空空的，只剩下风声。可你别以为他就此变得软弱，他变得不是原则，而是语气。他的坚定依旧，只是藏得更深。他曾对一个年轻访客说：改天下者，不必执天下权。对方听不懂，只记得他那天握着茶盏，手指骨节分明，语气平静得像水。很多人后来议论说王安石自毁，说他刚愎自用，孤注一掷。但其实那种孤注从来就不是一时冲动，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知道自己会输，只是他不愿意成为那个看见问题却闭嘴的人。他甘愿被骂，也不愿装聋。他可以承认失败，但不能接受不是。这份骨头是他最让人佩服，也最让人怕的地方。他不拐弯，不绕道，不扯皮，哪怕撞得头破血流，也要撞一下，看看墙会不会裂。他一辈子都活得像一道方程式，不是因为他冷酷，而是因为他相信事情总能有一个被算出来的解答。但人生不是方程式，变量太多，感情太重，人心太复杂。他晚年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天理与人情未尝两全。
他终于明白了，这世间最大的难题不是怎么设计制度，而是怎么让人心愿意接受制度。这个答案他一辈子都没解出来。王安石第二次辞相之后，大宋的政局如同经历一场过山车之后的疲惫沉寂。风头压过的那几年，谁都不敢造次。而一旦他退了，所有被压制的旧势力立刻回魂，摇身一变，又是正统如尘。他们没有明说王安石是错的，但做的每一件事，每一项决定，都在温柔而坚定地清除他的痕迹。朝堂像清理残雪一样，把新法这2个字擦得干干净净，仿佛他从未存在过。王安石不是不痛，他只是不喊。他躲在江宁，等风慢慢吹远，心却始终揪着。他不是念念不忘权力，而是念念不忘理想。他知道变法已经从制度工程彻底沦为政治污点。最难的是，他明白这一切无法反驳，不是因为他说不出道理，而是因为没人想再听。可是就在所有人以为王安石彻底归隐的时候，他第3次被召入朝廷。那一年他60有4，头发已白，身体不再挺拔，眼神却仍旧明亮。宋神宗在一场朝会后，突然低声问身边宦官：“王安石如今可安？”宦官答：“安则安，但心未忘也。”皇帝沉默片刻，说：“换他一件吧。”这不是重用，也不是赎罪，而是一种复杂情绪在驱使着神宗。他还记得那个第一次进宫奏对时目光炯炯的王安石，那个人曾一度让他相信国家可以因为制度而变得完美。他想知道，那个让自己激动过、痛过、赌上一切支持过的人，如今还愿不愿再讲一讲未来。王安石进宫那天，天阴细雨，没人奏乐，也没有欢迎仪式。他穿着普通青袍，鞋边沾了泥。他站在殿中，眼神平静。神宗看着他许久，开口第一句竟不是问政事，而是问：“这些年可曾梦到朝堂？”他答：“梦里有，醒时无。”这一句话轻飘飘，却像寒风扫落叶，让殿内瞬间静了。神宗没有开口让他复职，而是把他安排为观文殿学士，听上去像个顾问，实则就是个不吭声的摆设。王安石没有推辞，也没有高兴。他知道这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悄悄的试探。他不再上朝，只是偶尔在内廷给皇帝讲经义、谈律令，更多时候像一位被温柔软禁的旧将。但就是在这一阶段，王安石做了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他开始主动修订当年的新法文件，把所有政策一条条回顾、修正，标注原因与教训。他写得极细，从立法初衷到地方反馈，从官员执行到民间反应，每一点都记录清楚。他不是为了洗白，而是为了留下一个版本，一个能让未来看到我们曾经认真思考过的版本。这份文稿后来被命名为《西宁条例》，没有大肆传抄，只悄悄放在翰林院最深的书架角落。但懂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一堆文件，这是王安石用他最后的热情写下的绝笔书。一个被钉上失败标签的人，依旧不愿把自己的理念交给谣言和误解。他明知道不会被立刻接受，却仍愿意埋下种子。而这一举动也让神宗陷入犹疑。他发现，哪怕朝堂一面倒地批王安石，但真正有远见的人都还在暗中参考那套制度。甚至有些宰辅明里照旧，暗里却在翻王安石的旧案，
想从里面抠点能用的逻辑。于是他开始在一些边远地区试点部分旧法，例如青苗贷款、农田丈量等。这些政策一旦脱离王安石3个字的束缚，反而变得顺理成章。人们开始说，其实方法不错，就是人太急。王安石听说后没有笑，也没有骂，他只说迟了也未必坏。他早就不在意谁来推行，只希望这条路不被完全封死。哪怕换了名字，只要能走得通，他就安心。可惜好景不长，就在改革的火苗刚冒出一点点火星时，神宗病了。他原本年富力强，一度想要再战10年，但风寒入骨，拖着拖着就再也没挺过去。公元1085年，宋神宗驾崩，皇太子年幼，由高太后垂帘听政。而高太后是什么人？司马光的坚定支持者，王安石的坚定反对派。宫廷的风向瞬间倒转，司马光复出，重新为相，新政彻底被叫停。王安石再次被退休，这次不等他辞，直接把他外放为节度使，一个有名无实的虚职。他没反抗，也没再争。他收拾书箱，把写到一半的条例手稿打包封好，寄回江宁老宅。他对身边人说：“3上3下是天意。”但没人知道，他那天晚上在客舍独坐，半盏冷茶，整整坐了1夜。这一次，他是真的放下了，不是因为失败，而是因为他终于承认自己终究是时代之外的人。他走得太快，看得太远，说得太直。这个国家不是不需要改革，而是还没准备好去承认改变是痛的。他心里并不恨，只是再也不等。王安石后来回到江宁，彻底归隐。他把所有朝廷旧衣烧了，只留布衣布鞋。他每天早晨去湖边散步，偶尔路过学堂，会停下来听几句孩子们背书，然后悄悄离开。他不讲过往，不谈荣辱，只是把那些年风风火火的梦埋进水里，听它慢慢沉。王安石彻底归隐后，江宁的冬天格外冷。他的宅子藏在城南的一条小巷深处，门前种着2棵老槐，叶落光了，枝干扭曲的像写到一半停笔的草书。他就住在这样的地方，安静、偏僻，远离喧嚣，也远离了曾经翻涌如海的朝堂。但他不是从此与世隔绝，虽然不再应招，不再发言，不再写折子，他依然细细关注天下大事。每天清晨，他都会读官报，那是他与这个国家保留的最后一点连接。他不再激动，也不再愤怒，只是像一个旁观者在看一出熟悉又陌生的戏。而他也终于发现，那个他亲手搭建又亲手放下的新法体系，并没有被真正忘掉。它不是彻底消失了，而是以一种被折叠的方式潜藏在国家的肌理里。许多边远郡县的地方官在财政吃紧时，还是偷偷照用他的政策，只不过换了名字，改了说法。有人说，我们没用新法，我们只是用了最方便的办法。他听了，不笑不怒，只说方便即正道。这算是对现实的一种温柔妥协。他还会收到书信，有的是老友寄来闲聊，有的是后生请教文章，有的干脆是一段新法实施后的民间反馈。他都认真回信，一字不行。但凡是问文章，他就讲结构；问政治，他答哲理；问新法，他只说事须度事。他不再教人怎么做，只教人怎么看。这些回信
后来被后人辑录成册，名为《王经公文录》。但那会儿他没这个打算，他只是一个老者，认真地对每一封信、每一个问题、每一份误解做出回应。他已经不求改变世界，只求不被误会。可即便如此，误会还是在悄悄累积。有些人开始把他形容成刚愎自用的典型，把他放进教材的反面案例里。更过分的是，朝中有人提议将王安石之政列入不可复行之法，作为朝廷公开文件下发给各地。王安石没有第一时间听说，是邻人给他带来这消息。他只愣了一下，然后低头喝了一口茶，说：“写着就写着吧。”那天他没写字，没读书，只一个人坐了一下午。他开始明白，被遗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篡改。他不是怕被骂，而是怕那些本可以继续走下去的路被人当成错误，永远封存。可这个国家不喜欢记住失败，更不喜欢承认失败中有价值。他太清楚这一点，所以才格外沉默。这沉默久了，连邻居小孩都忘了他是前朝宰相，只觉得那是个老先生，戴顶旧帽子，走路慢，喜欢盯着天空发呆。他自己也不会主动提过去，甚至在路上听到别人议论变法时，也只笑笑，不插话。有次一位年轻士子讲到王安石误国，言辞激烈，他正好路过，只说了4个字：少年气盛，然后拂袖而去，不带一点怒气。但真正让他彻底闭口的是老友吕惠卿去世。吕惠卿是他变法时期最坚定的支持者，哪怕最后分道扬镳，两人私交仍在。吕病重那年写信给他说：“若你先我而去，我为你收书；若我先你，你可替我写祭文。”王安石回信：“不必等，今作此文。”结果吕没等他写完，就走了。他写了1夜，写完那封祭文，痛哭了一次。不是为吕一个人，而是为那个变法年代里所有燃烧过又熄灭的人。他知道，从此以后，这个世界里真正懂他的人又少了一个。他开始把自己的书架收一收，把写到一半的诗稿封存。他说：“该说的都说了。”从此以后，再没有新的诗，再没有新的文章。街坊邻里看他变了，开始问他：“先生为何不写了？”他却说：“天凉了，手冷。”但他们都知道，不是手冷，是心凉。他已经没有在对话的欲望，他不是在生别人气，而是再也提不起与人辩论的劲。他觉得自己像站在一座空殿里，对着回音说话，自己都听腻了。不过他仍旧保持一个习惯，每天清晨5更必起身在院中慢走，哪怕天寒地冻也不例外。他说，这是提醒自己，活着不只是呼吸，还有步子。那几年，他常常一个人走到湖边，看雾气升起，看远山起伏，然后在心里默默说一句：就这样了。他不是不想继续说服世界，而是终于接受，有些人是注定要一个人走一段路的。他就是那个走过心法，却最终被关在老屋的人。他也终于明白，有些路不是错，而是时代还不配。王安石的晚年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进寂静里。他不再驳斥，不再争论，不再等候。他把过往藏进竹林，把信念写进沉默。他的声音越来越小，直到只剩下风中落叶的响声。但他依旧是那个不弯、不躲、不改的人。王安石不再是宰相，
不再是变法者，他只是一个孤城里走在最后巡逻的守夜人。灯都熄了，门也锁了，他还在看着。他知道没人会来了，但他还是站着，直到天亮。王安石离朝多年，朝廷终于迎来一个转折点，新法崩塌，不是被谁推翻，而是自动坍塌。那些曾被叫做扰民、激进、不可行的政策，被撤销之后，很多问题不仅没缓解，反而更严重。财政入不敷出，徭役沉重反弹，边防缺粮，市井再起高利贷，土地兼并回潮，百姓怨声渐起，地方官两手一摊，只剩一句话：我们也没办法。司马光复出后坚持以不变应万变，对一切制度性问题采取就力处理，这种温吞方法一开始还被称为稳健，可几年下来，问题越积越厚，尤其边防西北线连续吃紧，士兵缺饷，战将疲惫，朝中不得不四处调银充补。更令人头疼的是，中下层官员开始大规模腐败，抓也抓不完，换也换不过来，政策架空，法令成摆设，人人心知肚明，却也都沉默不语。王安石从未发声，他在江宁静静看着，每天他照旧种菜、读书、写诗，但信件越来越少，来访的人也越来越少。原本那些曾与他共谋变法的新党旧人，要么退仕，要么晋升，仿佛那段曾点燃理想的年代，只是一场没留下证据的梦。直到有一天，他收到一封来自西北的信，是一个年轻地方官写来的。信里没有礼节寒暄，直接开门见山，在边地，青苗法若仍在，今不至此。他读完没说话，只把信叠好，放进最后的一本书里，夹在粥里之中。那天他难得多喝了一碗酒，自言自语：不是法有错，是人未愿信。这句话是他最后一次评价新法。之后没多久，京城来人说是朝廷准备对他授予太傅名号，以示尊崇，实则是想借用他的影响力稳定世子军心。王安石拒绝，说：我名未敬，不敢受封。他不贪功，也不图荣，他怕的是被借尸还魂，被人拿来当遮羞布。他宁愿不再被提起，也不想被当成招牌。而就在这个时候，最具讽刺的一件事发生了。曾极力反对新法的几位老臣，悄悄推动恢复部分变法内容，尤其在税收与军粮问题上。他们没承认错，只是换了说法，包装成因时制宜的新政。甚至有些地方官直接照抄王安石旧政令，只改一个标题，应景条目。王安石听说后只是微微一笑，他早就不奢望被明谢。他说：得道者不在乎名，失道者才记得名字。他不是神，也从未想做圣人。他只是一个看透规则又愿意亲手搭建新规则的人，但这个世界还没准备好接住他那一套讲规则的游戏。他身体越来越差，常年思虑，加上早年操劳，未及复发，夜不能寐。有时他深夜坐起，只喝水，不言不语。他知道自己没多少时间了。他开始整理手稿，烧掉了那些未完成的文章，把一切都装进几个小木箱里。别人问他为何不留，他说：若我之法有用，自有人重写；若无用，留之何益？就在身体逐渐衰弱的这段时间，他开始回忆当年，不是回忆政务，而是回忆那些争论，那些嘲笑，那些被拒绝的瞬间。他不是怀念，而是在确认自己到底有没有错。他一页页翻着旧奏折，
看到当年青苗法初稿时，在边上写着一行字：宁愿误己，不愿误民。他看着那行字，点了点头，轻声说：可惜啊，民终不知。这句话不是怨，他早就不怨谁，他明白自己当初太快也太直。可若让他重来一次，他还是会那样走。不是因为他不怕死，而是因为他根本没想退。他说过，行道之人不问逆风顺风。他从未自悔，他只是决定不再解释。那一年年底，北地再报战事，军队缺饷，士兵断粮，有大臣奏请恢复保甲制，请求采纳王安石旧案。这一次，皇帝点了头。奏折中第一次再次提起熙宁年制，不再以批判语气，而是以可资借鉴称之。王安石没有看到这份奏折，他那天发烧昏睡，手里还握着那本夹着西北来信的周礼。再之后，百官中有人提出是否该重新审视王安石的政治遗产，有人点头，也有人摇头，但这次没人再高声反对。他们开始明白，一个人如果失败2次还不断被提起，那他可能并不是真的失败，而是太早出现。王安石沉睡在自己的竹屋里，朝廷的喧哗他再也不想知道。门外的冬雨不停，风吹着屋檐上的旧旗角，发出一声又一声的哨音，像是某种告别，也像是某种回响。新法没有倒塌，而是悄悄融入了土地。王安石没有回宫，而是彻底引入了时间。他的理想也没有死，而是在别人不提他名字的时候悄悄活着。他是那个先走一步的人，走得太早，也走得太远。回头时发现没人跟上，但他依然不后悔走了这段路，因为他相信，哪怕全世界都停下，只要他一个人继续走，路就不会断。王安石终于辞世，是在一个很安静的清晨，没有雷雨，也没有风。他躺在床上，没留下遗言，只是在临睡前把手中那本《诗经》翻到了最后一页，停了一会儿，然后合上，闭眼，再无声息。没有人知道他那一刻在想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是否真的觉得这一生是值的。噩耗传出时，京城反应出奇的安静，没有锣鼓，没有哭声，只有几个沉默的大臣在御前轻轻提了一句：王荆公已逝。皇帝低头，片刻后说道：此人真知政事，仅此一句，既非追封，也无褒贬，却成了这一代帝王对他的最终定语。更沉默的是曾和他争过的人。司马光已去，那些保守派主事者也多已凋零。新朝廷里的年轻人只记得课本上那几句：熙宁变法，王安石失败者。但他们不知，他的失败是把原本就残破的国家结构拎出来晒了个遍。他的失败是在一个根本没人准备好的时代里，提前按下了更新键。江宁那座老宅很快就成了空屋，弟子和门人来收遗物，发现他留给后世最完整的，不是诗，不是奏章，而是几十卷手写政策推演稿，每卷封皮上只写了2个字：未竟。他没想出个终极方案，也没打算立个宗。他知道制度不是雕像，不该只有一副模样。他只是想让后来者知道，有些人是可以不靠权谋，不靠人脉，纯粹靠理性与担当，把问题一个一个拆开看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看他。也就在他去世后不到1年，朝廷发布了一则指令：王安石不入祀孔庙，不列从祀。理由很简单：其言正科，
奇法扰民，不合中庸之道。这道命令一出，士林炸锅，反对的人觉得不公平，支持的人说这正好给后人一个反面教材。而王安石已无生辩，可时间终究有他自己的判断力。几年后，大宋再次面临财政崩溃、军政紊乱，有人偷偷重翻西宁条例，改头换面实施；有人干脆照抄旧法，连条文都不改。更讽刺的是，当初那些曾骂他误国的人，后代却开始为他平反。甚至有人在地方寺庙悄悄设祠堂祭拜，名曰精公书院。风向转得悄无声息，不是因为人们终于理解它，而是因为现实再次印证，他并非错得离谱，只是走得太早。而在王安石的亲人中，最沉重的那一笔来自他的长子王滂之死。他生前最常说的就是这孩子若在，后半段我不必这么辛苦。王滂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继承人，不仅文才出众，更有政策实践能力。当初新法许多细节都是他与父亲彻夜讨论敲定。他死后，王安石再无可托之人。葬礼那天，王安石亲自挑土，他把儿子葬在老宅后山，身旁立了一块小碑，上刻一言已足，别人不懂，他懂。他知道儿子在世不过30，却已说尽了他未说完的一半理想。这块碑后来多年无人问津，直到清代重修家谱时才被重新抄录。碑已模糊，但那句话依然清晰。再后来，有学者将王安石、司马光并列，称为宋代政体分野之两极。他们代表了两种中国古代政治中永远拉扯的力量：改革与保守，系统与人情，理性与温和。他们争斗了一生，死后仍继续在史书中辩论，直到今日还没有一个被完全盖棺定论。可王安石自己早就不在乎这场历史公投，他清楚人对制度的记忆不长久，对人民的评价更不稳定。他也不曾奢望赢得所有人尊敬，他只想把那些他看得见的问题告诉这个世界，哪怕这个世界听不进去。他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明白，有些声音不是为了当下，是为了很久以后的某个清晨。他走的没有悲壮，也没有安详。他不是功成身退的英雄，也不是满身伤痕的烈士。他是一个穿过风暴却不说一句抱怨的人，是那个在万人皆坐时依旧站着的身影。他不需要雕像，更不需要荣耀，他只留下了一条清晰的轨迹，告诉后来人，制度不是神圣，但可以被认真对待；改革不是叛逆，而是责任的一种形态；理想主义不是用来讨好世界，而是用来照亮前路。王安石没有胜利，也没有彻底失败，他像一个不合时宜的灯塔，在一个不愿意远航的国家静静亮着，直到海平面重新起风。王安石这一生最锋利的不是语言，不是政策，也不是手中一封封奏折，而是他的孤独。他从来没说自己孤独，可全天下都知道他是孤独的。不是那种没人陪的孤独，而是没有人真正站在同一个维度的孤独。他不是不想合群，而是从起点开始就站在了一条没人愿意走的路径上。真正压垮他的不是司马光，不是那些弹劾折子，不是撤法废令污名化的余波，而是儿子的离去。王滂之死不是一场偶然的病症那么简单，
在王安石眼里，那是天把他最后一点盼望也收走了。他可以不在乎政敌毁谤，可以扛住天下骂名，也可以接受改革失败的现实，但唯独面对王滂时，他不是宰相，不是改革者，而是个父亲，是一个只想让自己孩子好好长大的普通人。王滂年轻时就展露出超出同龄人的思辨力，他不止聪明，还稳。他理解父亲的理想，也懂得父亲那种咬牙切齿的坚持从何而来。他从不劝王安石低调一点，反而帮父亲补漏洞、打草稿、修条例。变法那几年，王安石之所以能迅速推进，很多关键的执行层细节都是王滂在一页页纸背后撑起来的。可惜命不长。王滂在一次北上途中患寒症，未及调养便继续公务，身体每况愈下，终至不治。他去世那年仅33。王安石听到消息那天没有当场崩溃，只是拿着那封报丧信看了一整晚，第二天才对家人说了一句：“让他睡吧，别惊着。”王滂葬在江宁南山，墓前一块石碑，极小极素，只有3个字：无知根。外人读不懂，王安石却日日在心里读。他不立长篇悼词，不设大墓仪式，只亲手挑了一块不起眼的地，说他爱安静。很多年后，有人再去看那墓，已经杂草丛生，石碑边的字也风化得不清了，但无知根那3个字还在，像是在提醒谁，一个人再强也有他唯一软的地方。儿子死后，王安石变了，他不再出门讲学，不再与人辩论，也不再写政治文字，他开始写诗，但诗风一改从前的拗撬，变得缓慢哀而不伤。他写过一首《夜作》：万籁皆寂雨未休，孤灯半盏照松秋。心事渐如秋水尽，不经风雨不经愁。有人说这是他晚年最真实的自画像。其实他不是没想过重来一次，他常常一个人坐在屋角翻旧稿，偶尔也会重新抄一遍条例，却从不再递交。他不是放弃改革，是放弃了说服别人。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资格再站上那个讲坛了，不是别人不给，而是他自己也不想再推销了。失去王滂，不只是失去儿子，而是失去那个可以共鸣的灵魂，那些理念，那些不被理解的逻辑，过去总有人能接得住，如今再说，就只是一个老人在自说自话。王安石是个逻辑至上的人，可王滂是他心里唯一例外的情感凭据。家人见他日渐沉默，曾劝他再立一子，他摇头：“我教不出第2个王滂，不是傲，而是痛。”他不愿把任何一个孩子再拖入他那套带刺的道路，因为他终于明白，这条路太难走了，哪怕是亲生的，也未必能撑到终点。于是他收起全部期望，只做眼前事。他每天亲自整理花圃，修书架，有时还会去王滂墓前坐一坐，不点香，不说话，只坐着。有一次，邻人问他：“先生是想孩子了？”他答：“不是，是想他未说完的那句话。”那一瞬间，谁也不敢接话。其实王滂留下的草稿，王安石一直没动，他怕动了，就再也无法面对那一个个未完成的章句。他更怕，如果翻出来看到的是理想中断的证据，那他这一生或许就真的输了。但有一天，他突然破了戒，他把那些草稿一页页摊开，一边读一边点头。有人在旁悄悄看着，发现他眼眶微红，
但神色竟前所未有的安定。第二天，他让人把草稿封起来，只写了一行字：不需后人改，能懂即可。不久后，他将那一叠手稿随同自己的遗物一并焚化。他不是不留，而是想把这段父子间的心照不宣保存在他们自己之间。那是一个家族的灯，不需挂出去，照世人。从此之后，王安石几乎不再写字，他的孤独从此彻底沉入寂静。他的身影在江宁老巷中日渐模糊，可谁都知道，那份沉默的重量才是他这一生最深的印记。王安石死后没几年，朝廷终于开始对他的那场变法进行官方定性，不是追封，也不是褒扬，而是4个冷冰冰的字：误国之政。这4个字写进诏书，也写进了官方史稿，成了无数士子科考时必须背诵的标准答案。从此以后，在课堂上说王安石是对的，就等于自己找罪受。这就是他的历史标签，比失败还残忍。他不只是没被肯定，而是被永久钉在负面教材的耻辱柱上。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朝廷需要一个背锅人。神宗死后，保守派全面回归，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复出执政。为了让新政永不翻身，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把它打成前车之鉴，而王安石自然成了那个最合适被盖棺定错的人。于是新法2个字成了禁语，官学里的讲座避而不谈，甚至连当年与王安石关系密切的文人也纷纷撇清关系。有的在文章中含沙射影地暗讽某人激进误国，有的干脆公开表忠，把当年写给王安石的信烧掉，甚至声称当年是被迫协助。他们怕的是被牵连，更怕的是这个时代不允许再有例外的人。可讽刺的是，越是这样做，越无法掩盖王安石留下的印记。因为无论史书怎么写，现实已经悄悄承认了一件事，他的很多错政现在又在用了。你说青苗法扰民，可地方财政每年还是在春耕时给百姓贷款，只不过叫农贷补贴。你说保甲制严苛，但为了边防军户管理，照样用上了类似机制，只不过换了个称呼，叫乡团训练。你说科举改革不合理制，可10年之后，考试内容又加入了策论与实务杂役，这不是认同吗？但没人愿意承认这是从王安石那里来的。他已经不在了，可他的思想像影子一样被时代偷偷捡起，只是每次用的时候都要把他的名字藏起来。最让人感到荒诞的是一次国子监讲学，一位讲官滔滔不绝地阐述财政调配应以农时为本，不能使民失其机。台下学生提问，这不就是青苗法？讲官愣了一下，然后急忙答道，是类似，但源自周礼，非王荆公之法。全场鸦雀无声。王安石的被钉齿柱其实不是因为他做的有多错，而是因为他太直太真。这个世界容得下失败者，容不下失败者还让人不安。他失败了，但他失败得太漂亮，让所有人不得不承认他的视野曾经领先，让所有人心里都知道他不是恶人，也不是昏官，而是一个真正想改的倔人。而正因如此，才更要把他定死。一个失败却有理的人，会比一个胡来的人更危险，因为他会成为后人的想象资源。只要他不被彻底抹掉，就有人敢提他，就有人想走他的路。
于是他们干脆不讨论它，只保留一个误国的盖章，让它永远不再出现在正面教材里。但人心不听命令，就像当年那些在地方偷偷使用旧法的官员，如今也开始在私塾里教学生。王安石这人虽非完人，但其志可敬，其法可考。甚至一些老百姓嘴里骂着青苗是祸害，可一旦真遇上灾荒，还是会念叨以前的王相在的时候还有得借呢。他从未被忘记，只是被压进了沉默。时间是最耐心的裁判，他不急于还人公道，但也不轻易让人蒙冤太久。几十年后，有皇帝想平反王安石，大臣上奏说不可，此人议政虽勤，然多诡异偏执，非正统也。皇帝没接话，退朝时却私下说了一句：偏执者若真诚，未必不可敬。这句话没人记录，但传了出去。没过几年，朝廷就默许学者整理王文公文集，开禁讲读，甚至默默恢复了一些他当年提出但未能实现的制度设计。史书上的误国之政4字依然在，但知道真相的人越来越多。王安石不是被打倒，而是被冷处理。他没被砍头，没被流放，没被鞭尸，甚至还有礼遇。可这份礼遇背后是深深的切割与清洗。他活着的时候，人们说他疯；死了之后，又说他太聪明；最后干脆说他不是这个世界该有的人。可正是这个不该有的人，逼得整个朝廷动了一次筋骨。他不是搞砸了，而是让这个国家尝了一口药。虽然很苦，但过了20-30年后，很多人才终于明白，那不是毒，是疗效强烈的方子。王安石并没有等到这一天，他早在被盖上“误国”2字时就知道，后面可能会有人为他说话，但那时已与他无关。他曾说：“我言若忠，100年后自有人起；我言若谬，即刻而忘，亦无妨。”他这一生不靠舆论，不靠粉饰，也不靠辩护，他靠的是一份对制度的死磕，对理想的较真。哪怕后世说他错了，他也不改；哪怕后人说他冤了，他也不屑。他不是为了被理解而走路，而是因为必须有人走。宋神宗去世是王安石政治生涯彻底崩塌那一刻的最后支点。他没有公开哀悼，也没有私下哭泣，只是当天早上比平常更早出门，在自家竹林边坐了许久。神宗在位18年，前半段全力支持他，后半段逐渐后退，但始终没有真正弃他。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个愿意在风口浪尖与他共同承担的皇帝。神宗死了，他彻底明白，这条向前走的路再也没人护航了。更复杂的是，继位的皇帝哲宗年仅10岁，由高太皇太后摄政。这位太后一向支持司马光，主张稳重守成，对新法深恶痛绝。政局风向转瞬之间全改，司马光重新上台，变法派被一一贬逐，熙宁年间留下的所有痕迹被迅速清洗。王安石对此不做评论，他已不在其位，也不在其心。他只是默默地看到一个个昔日同僚的名字从朝报上消失，从文集里抹除。有的被贬岭南，有的流放外州，有的被永不叙用，像是一场有序又毫无声息的收网行动，将当年所有试图改动体制的人一网打尽。奇怪的是，他自己却没有被动。他既没被罢黜，也没被审查，甚至朝廷还象征性的
赐书问安。表面上是尊重，实际上是软着陆。你别说话，也别露头，我们就当你已经是历史人物了。这个世界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在不吵不闹中把一个人归档。可这对王安石来说，反而是最深的羞辱。他曾想改变世界，最终却被世界当成了旧版文件，封存进档案柜。他还活着，但已经没人再把他说的事当回事。但他自己知道，这场改革的终止并不是因为不可行，而是因为不可接受。变法从来不只是制度问题，它碰的是权力，是习惯，是既得利益者的神经。他早就预料过结局，却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么彻底，这么干净。司马光复出后，几乎第一时间废除了新法，青苗法庭、免役法止、市役法撤、保甲制改、方田均税、束之高阁，科举恢复旧制，连书院都不准再讲王安石的文章。他曾写过自说，著过《诗经》，一度风靡士林，如今也被归入有异端倾向。史官奉命重新修史，对他的一生只留下寥寥几句评价：性情刚戾，好利异端，不察时变，致法令纷扰，百姓多怨。这句话最终写进了宋史。就这样，他的名字被时代正式盖章，打上改革过激的印记。王安石没有争，他没写信辩解，也没让弟子上书为他申冤，他只是把那本被划掉的条例制集重新装订了一遍，封皮上写着旧稿自省不传。他不是不痛，他只是知道解释没有意义。他说过，道不可强人听，愿听者自会来。而此时愿听者一个也没有。他越来越沉默，有时一个月不说一句话，邻人问候，他只点头。他开始把时间花在竹林、书架、旧信堆里。他不是在找希望，他是在慢慢和自己的热血青春告别。他已经不是那个站在朝堂上和百官争辩的首辅，而是一个把世界收进自己心里，再一点点放下的人。他偶尔会去看王滂的墓，带一壶热茶，坐半天。有一次，他对着墓碑轻声说了一句：他们不记你也好，少受些伤。这句话既是对儿子说，也是对自己说。他终于明白，历史是不会讲究公平的，他只管往前走，不管你掉没掉队。但在他死前1年，有件事让他眼眶红了一次。某日，有学子千里迢迢前来拜访，自称读过他全本《临川集》，尤其对变法文稿感佩至深，希望他能重新著书，留下一部新政全记，以供后世参考。王安石没有立即答话，只问：你今年几岁？学子答：25。他低头笑了，说：我当年也不过如此。那天夜里，他特意翻出了多年未动的一个小箱子，里面是当年改革期间未公开的文书、试验数据、地方反馈与密信。他坐在灯下翻了一页，没写字，只拿炭笔在每一页下角标记可用、需修、作废。他没有告诉别人为什么做这件事，他只是忽然想确认一件事：自己当年到底有没有看错这个世界。天亮时，他把箱子盖上，锁了。第二天清晨，他亲自吩咐仆人将其焚毁。他不是否定过去，而是想告诉自己，这段历史不必再重来。王安石不再为新法辩护，不再为成败自扰，也不再对任何人做说明，他彻底转入自我和解阶段。他知道自己的方法不一定是对的，但他从没怀疑过出发点。
他不需要被理解，只需要自己不要背叛当初的动机。他的退出像一盏灯，缓缓熄灭，不是被风吹灭，而是自己吸了油。他安静地看着世界，不再提他，看着政策换名字复活，看着自己成了书斋里的话题，再也不是庙堂上的人物。可也正是在这一刻，他终于活成了他理想中真正的士人，不求利，不图名，不强人知，只对事有念，只向里低头。王安石死的那年是元佑3年，公元1088年，终年66。他没有病重卧榻的剧本，也没有预留遗言的戏码，只是在一个普通的清晨，在江宁南宅的书房里坐着坐着，手中书未放，眼未闭，人却已无声无息地去了。仆人入室时，他还维持着那种思索停顿的姿势，像是下一刻还要翻页，但那一页再也翻不动了。这消息传到京城时，朝中众人反应极为克制，没有公开哀悼，也没有刻意压下，只是低调地发了一道敕令：赐谥文，葬以礼。没有加官，没有追封，只是一个安静的文字，似乎想用温和的笔法，把一个曾翻江倒海的人轻轻收起。很多人说王安石死得干脆，不留牵挂，可谁知道他走的是不是带着那一肚子没说完的如果？如果神宗再多支持几年，如果王滂没早早去世，如果新法有个团队接手，而不是他一人扛起，但他从不说如果。在他的人生字典里，只有当下怎么做，没有当年要事。葬礼依他生前所愿，一切从简，没有哀乐，没有朝官吊唁，甚至连文人圈都不见热烈动作。送他的人寥寥无几，多是江宁的伶人和几个年老弟子。可就是在这场几乎隐形的葬礼上，有个细节让人动容。灵柩经过竹林时，几只老鹤飞过竹间，鸣声划破早晨的沉寂，像是一种无言告别。他被葬在自家南山的低坡上，与王滂相邻，两人间只隔3步宽。他曾说过，死后望见他，目便足。没有祠堂，没有碑林，只有一块青石，上刻王荆公之墓，不提官职，不列功名，只留一个称谓：荆公。这是他晚年最认同的身份，一个读书人，一个想管事的人，一个不合时宜却不悔的异类。可人没了，故事却没停。他去世后第7年，哲宗亲政决定重新评价西宁新政，于是朝中再次掀起一场围绕王安石之功过的大辩论。一方仍坚持误国之论，另一方则主张功过并陈。辩来辩去，最后皇帝只说了一句：其人刚正，其政可议。这8个字定了王安石在那个时代的最终结论：人可以敬，法仍需弊。可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王安石不再是一个只能在负面章节中被提及的人。他的诗，他的注经，他的政论被学者陆续整理重编，《临川集》开始再版，自说3经异书重新流传。他的书法也被评为受尽通透，自立一派。过去那种谈王色变的氛围开始松动。更重要的是，西宁新政的部分内容被新一代官僚重新讨论，甚至尝试局部试行。这一次，人们终于学会了不用他的名字，但用他的方法。制度更新这回事，终究绕不开王安石那一套往根上改的思路。越是乱的时候，越需要他当年说的那些道理。有一个说法开始悄悄流传：王安石并没有彻底失败，
他只是提前抵达了一个时代的尽头。他死后50年，有学者在私塾讲学时引用他的话：立出一孔，则万事顺。学生提问：此句谁言？老师顿了顿，低声答：荆公。学生点头，继续抄录，不惊不疑不怕。就是在这种悄无声息的默许中，他一点点被请回了公共叙事。再后来，到了南宋年间，有皇帝亲自为他平反，将他从误国之列中剔出，恢复其政治荣誉，并追封太师。朝廷重新将临川集列入士子必读之书，甚至在国子监开设新学讲席，专门讨论他当年的政理理论。这时的人们终于愿意承认，他不是错的，只是太早。他这一生几乎无所不争，最后却什么都放下。他没赢，但也没真正输。他做了很多人不敢做的事，说了很多人不敢说的话，承担了许多人扛不起的骂名。所有这些不是因为他愚蠢，而是因为他太清醒。他知道改革这件事没有成功可言，只有值不值得做。他选了值得，哪怕做不到。王安石不再讲话，不再动笔，不再辩护。他躺在江宁南山土中，看春风拂竹，看老鹤归林，静静陪着他那30而逝的儿子一起沉默。但他的思想，他的执念，他那份对世界应当更有逻辑的坚持，早已不是某个人的专利，而成了一部分后来者的骨头。历史不会永远记得名字，但会记得方向，而他就是那个曾用一己之力试图给这个国家转方向的人。风停了，竹林的影子静静落在老宅的窗棂上，一片一片，像是时间在悄悄落笔。你已经听完了一个人的一生，一个没什么笑点却分外真实的故事。他不是天才，也不是英雄，他只是一个活得极其认真，认真的几乎有些倔的人。他用整整一辈子的力气在试着回答一个问题：这个世界能不能更合理一点？现在他已经走远了，走进了你我读不完的史书，进了那些被删减又重现的章节，藏在那些被使用但不被署名的制度里。或许他注定不会成为最受欢迎的那个，但他始终是最不肯妥协的那个。也许你也曾像他一样，在某个时刻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太执拗、太孤独、太不合群。但没关系，这个世界总需要一些不那么容易被说服的人，哪怕只为了提醒我们，路不止一条，方向也不止一个。夜深了，风小了，书页合上，灯光暗下，我们也该睡了。就让王安石的故事在这一刻慢慢沉进梦里，像他自己说的那样：道不可强人听，愿听者自会来。